我是全军唯一的少数民族女飞手，是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的一名教员。曾经，我行走在祖国的边防线上，看到官兵乘车骑马或者徒步翻山越岭的巡逻，我就梦想，如果能够用高科技无人机帮助官兵守卫祖国的边防线，那该有多好。她是解放军历史上的首位维吾尔族和少数民族女飞手，她也是全军第一位取得无人机飞行执照的维吾尔族和少数民族女教官，她还是全军唯一取得无人机飞行执照的维吾尔族和少数民族女军官。齐曼古丽，维吾尔族，1988年2月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2010年6月入伍，现任陆军边海防学院讲师，专业技术10级，精通4种语言。他先后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先进个人、陆军强军精武标兵，并荣立2等军功1次。10年来，他坚守军校3尺讲台，交战研战，参与编写了训练教材，3项教学科研成果获得国家专利，指导学员参加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大赛和全国兵器推演大赛，并取得1、2、3等奖，共计10多项。齐曼古丽的一家3代百年守疆固边，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出生在军人世家，11年前，刚刚入伍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捧出了11本厚厚的日记。他说，这是爷爷当兵39年留下来的，是我们家的传家宝，现在交给你。爷爷的日记就是他军旅生涯的经历，他走过的每一步，做过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激励着我们，引领着我们。齐曼古丽经常翻看爷爷留下来的11本日记，这里记录着英雄的一生，以及新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他的爷爷买买提出生在南疆一个世代穷苦的农牧民家庭。1952年4月，买买提参军入伍，成为了新中国首批维吾尔族战士，历任新疆军区某部排长、连长、独立营营长等职务。他的一生战斗在斗争最激烈、环境最艰苦、形势最复杂的南疆地区，军龄长达39年，曾经多次参与剿匪平暴，打击暴恐分子和分裂势力，荣立3等战功5次，2等战功3次，1等战功2次。因为表现出色，1959年作为少数民族优秀代表，他的爷爷被选派到北京深造，并光荣出席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爷爷当兵39年，常年的辛劳让他不到60岁就离开了我们。爸爸常说，如果爷爷能够看到我现在的成就，一定非常欣慰。这位老人一生没有为后代留下多少财产，却在1983年扶贫帮困时一次性捐款3000元。他被边疆地区各族同胞亲切地称为剿匪的利刃，民族的雄鹰。我们觉得这个解放军很光荣，解放军呢，在这个各族人民的心中，特别是在新疆心目中，这个很有威信。1977年1月，齐曼古丽的父亲参军入伍。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新疆大学政治系，成为了第一批考取大学本科的少数民族战士。毕业后，他的父亲婉拒了新疆大学和自治区公安厅等多家单位的邀请，再次回到了军营，扎根在原人民军队报社维吾尔文分社，历任编辑、副社长、社长。我用汉语给他4个字写齐曼古丽的时候，后面的那个丽，你发现没？大部分用的是美丽的丽，我给他用的是力量的力。我希望齐曼古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扬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用自己的充满力量和智慧的这么一个状态。入伍41年来，他的父亲出版维吾尔文版报纸，撰写通俗易懂的新闻报道和理论，把国家良好的政策播撒到各族群众的心间，在边疆民族群众和军营中形成了传播正能量的舆论阵地。他被表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还获得了全国雍正爱民、模范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我知道，当爸爸把爷爷的日记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不仅要认认真真的读，还要把爷爷的精神传承下去。受红色家风的熏陶，齐曼古丽从小就渴望参军报国。2010年6月，即将毕业的他收到了实习所在地上海某设计公司伸出的橄榄枝，是留在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工作，还是回到新疆参军？骨子里流淌着军人血液的齐曼古丽毅然选择了像爷爷和父亲一样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维吾尔族女兵。走进军营，齐曼古丽苦练军事技能，不久后又成为了原乌鲁木齐边防干部训练大队的一名教员。他参与编写了军事共同科目训练、教学质量多元反馈系统等。爷爷是一名边防军人，在翻开他的日记时，我时常能够看到他写道：要学习，要不停地学习，才能提升自己。中国有着2万多公里的边境线，齐曼古丽了解到，边海防官兵还停留在乘车骑马巡逻、徒步翻山越岭时，他开始钻研边防无人机研发训练、应用教学，提升无人机等高科技装备强边固防水平。2018年，学院启动边防无人机运用的课程建设，组织专业教学团队。齐曼古丽报名赴深圳参加培训，在2个月的时间里，他晚上背记理论，白天试飞起航，从飞行理论、机器构造到模拟操控、小飞机试飞，再到多旋翼无人机操作，熟练掌握了无人机的操作使用、故障排除、保养维修等技能。聪明加上勤奋，这样的人必将会一鸣惊人。齐曼古丽最终从通过率不到20%的考核中脱颖而出，一次性通过中国民航局组织的首批飞行执照考核，成为目前全军首位少数民族女飞手，也是全军唯一取得无人机飞行执照的少数民族女教官。当我回想我的父亲还有我的爷爷他们这一生走过的这些经历，那么到我这一代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认为，如果我遇到困难我就轻言放弃的话，我首先是觉得是无法面对我自己的内心，然后其次就是应该没有面对我父亲的培育。学成归来的齐曼古丽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而是将更多的心思和精力投入到无人机的演训、教学和推广中，参与编写无人机操作教材，助力边防官兵快速掌握无人机操作技能。他编写了多旋翼无人机操作与边防运用，研发了双模自动化车载旋翼无人机系统，其中3项教学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专利。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的边防官兵具备会操作、会维护、会排除一般故障的能力。治国先治边，强边必固防。作为一名从事边防无人机教学的军校教员，齐曼古丽积极投身智能化、立体化边境防空体系建设，正在为中国培养更多的边防部队无人机飞手，建设更加强大稳固的现代边防贡献更多的力量。课程在我的职业当中，职业规划里边，希望自己能够把我们这个当前准备开设的无人机课程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在它的领域当中可以解决更多在我们实际的边防巡逻当中或者边防运用当中的问题，能够为我们一线的官兵带去这种真的实用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是。出生在军人世家，一家3代100年来矢志不渝地守卫着边疆，续写着传奇。齐曼古丽说，祖父说他是新中国成立的受益者，父亲说他是改革开放好政策的受益者，能够为边疆和国防建设以及民族团结贡献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他就是新时代的受益者。这是一个中国军人的职责，也是一个中国人的荣耀，更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